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受中国政府聘请，来华担任矿政顾问，协助开展煤田及其他矿产的调查工作。但他热衷于调查古代文化遗址，发现史前动物及人类遗迹，更是念念不忘北京发现的龙骨。他始终相信施洛塞尔教授的鉴定，深知弄清龙骨产地的重要性。他给在华的外国人写信，要求提供龙骨出土线索。他甚至招募了一批技工，授以简单的化石知识之后，让他们奔赴河南、甘肃、山西等地寻找化石。他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了大量的化石，并把化石通通运往瑞典，交给维曼教授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安特生巧遇了化学家格雷戈吉布。这位化学家拿出了一些龙骨碎片给他看，并告诉他这是从北京西南的一个小山村附近的山上采集的，那座小山叫鸡骨山，那个小山村就叫周口店。时隔不久，安特生特意到周口店鸡骨山进行了为期2天的考察，使用的交通工具则是驴子。周口店村落不大，它的东南是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西面和北面耸立着一座座石灰岩小山，正好处于平原和山区相接的地带。小山包括鸡骨山、龙骨山等，海拔都比较低，但它们的形成年代非常古老，分布有距今4亿多年的奥陶纪石灰岩层。周口店西面，龙骨山以东，有一条从北面山谷中汇流而出的坝尔河，小河弯弯向南流，汇入琉璃河中。这个地区石灰岩分布较广，厚度也大，石灰岩被酸性的水腐蚀，很容易形成裂隙、洞穴，这为远古哺乳动物化石的形成和堆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大大小小的洞穴地势不高，其前面又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和蜿蜒流淌的坝尔河，十分适宜远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这一次，安特生采集到一些动物化石，但个体都较小，也没有更大的意义。北京人化石究竟在何处呢？安特生苦苦思索着离开了周口店，直到3年之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来中国配合安特生工作，安特生才重新安排他到周口店发掘鸡骨山。在他的著作《黄土的儿女》中，安特生详细记述了这次发掘过程。正当我们发掘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什么用，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我深知要在中国寻访龙骨，绝不能轻易放过任何线索。我立即向那个人做进一步的了解，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很可信。于是我们立刻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我们在那里搜索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一件猪的下颌骨。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我们来到了一处比鸡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点。当天傍晚，我们满怀希望地返回驻地，好像重大的发现已经向我们招手。次日，阳光普照，我们沿着一条直路，从我们下榻的小庙向一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漫步走去。这个地点总有一天会变成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在龙骨山石灰溶洞的堆积物里，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麦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割瘦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曾经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扣着岩墙，对施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然而，发掘结束时，并没有发现人类遗骨化石。施丹斯基也于1924年返回奥地利，着手研究从周口店运去的化石标本。1926年10月间，他竟然从中找到了一颗人类牙齿化石。这颗新发现的牙齿化石磨损很轻，保存比较好，鉴定起来要容易多了。远在北京的安特生兴奋不已，他积极筹措经费，争取更多机构的支持。同时，加拿大古生物学家布达生的加盟也让他信心大增。布达生赞成中亚是人类发祥地的学说，认为中亚是寻找人类祖先最有希望的地方。施丹斯基的发现使他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到北京周口店。这里既然存在远古人类的牙齿化石，为什么不能发现更多的远古人类遗骸化石呢？他四处奔波，先是向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的汇报，
请求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赞助周口店的发掘，建立研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然后又同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协商，讨论进行发掘的具体步骤。翁文浩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去比利时留学，他对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也正是在布达生和他的努力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同意为周口店发掘提供经费。发掘由安特生负责，布达生主持工作。一切采集到的古生物标本可以保存在协和医学院中进行研究，但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一切化石标本不得运出中国。作为中方的代表，翁文浩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熟难能可贵。协议达成以后，双方协商成立了周口店工作队，其中布林是瑞典古生物学家，李杰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是周口店工地的负责人。刘德林和谢仁甫则担任野外发掘的技术助理和室内化石修复工作。1927年4月16日，周口店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在龙骨山上，在安特生的记录里被称为第53地点。李杰和布林进行发掘时改称第1号洞，后来德日进和杨中建在1929年发表的报告里称它为周口店第1地点，这个名称沿用至今。挖掘工作共进行了6个月，收获颇丰，不仅采集到各种远古动物化石500余箱，而且又找到一颗完美无缺的人牙化石，再一次证明施丹斯基所发现牙齿化石的可靠性。贾兰坡、黄卫文合著的《周口店发掘记》中摘录了一封布达生写给在瑞典的安特生的一封信：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布林是一位优秀而热心的工作者，他在地方上不安宁的环境下不顾战乱，坚持考察工作。10月10日，翁博士考虑到地方打仗，曾从大连发来急电，督促我把布林和李杰叫回来。但是我在这里详细的打听之后，觉得还不必这样做。于是我写信给布林，讲明当前的局势，告诉他说，不管是他还是李杰，我希望他们都不可去冒什么风险。不过因为他们了解当地情况，所以对于什么时候撤回北京，完全应该由他们自己做出判断。1928年4月，工地上除布林外，又补充了2位中国人，一位是杨中建，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曾去德国学习古脊椎动物学，师从施洛塞尔教授，1928年春学成回国。还有一位是裴文忠，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大学生，年龄仅有24岁，开始时负责管理账目，也参加发掘。这一年的收获比以往都要好，竟然发现了2件远古人类的下颌骨化石，其中一件上面还有3颗完整的臼齿。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不仅为早在牙齿化石发现时已经提出的中国猿人北京种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而且它是安特生、布达生等人更是憧憬下面的地层是否有更完整、更好的远古人类遗骨化石。1929年，裴文忠继续进行发掘工作时，德日进和杨中建以新生代研究室为依托，在12月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周口电动学层》的学术论文。根据出土的动物化石确定堆积物的时代属于更新世，这为后来的周口店遗址研究乃至整个华北的第4纪地质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时的裴文忠在周口店发掘工地上却正感到空前的失落。他在后来发表的《周口电动学层采掘记》中这样写道：布达生、德日进和杨中建只是完璧走后，山中顿觉沉寂，而过起孤独的生活。山中工作遇到第5层非常坚硬，我们怎样崩炸都不见效，因之觉得山中工作颇有鸡肋之感。就是在难熬的孤独之中，坚硬难啃的第5层终于清理掉，下面暴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新的堆积物。裴文忠大喜过望，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工作中。他不曾料到，震惊世界的发现就要在他手下诞生了。这一年的秋季工作开始后，发掘的部分渐渐缩小，后来变得仅能容下几个人进行发掘。裴文忠推测这应该快到洞穴底部了，但就在这狭窄的底部，突然又出现了向南延伸的一块空隙。这块小小的空隙后来被称为猿人洞。就在这块空隙的下层，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远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发现这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过程也非常艰辛，因为空隙狭窄，清理不久就只能容几个人腰上系绳下到里面，用气灯照明进行工作。后来气灯也嫌大，只好一手持蜡烛，一手拿工具清理。也许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使当年参与其事的几位老技工在时隔50余年之后，仍然对头盖骨化石的出土记忆犹新。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当时正值寒冬，太阳就要落山了，凛冽的北风让工地上的人们感受到一阵阵的寒意，但人们丝毫不以为苦，仍旧在空隙中紧张地工作着。由于空隙中出土化石很多，裴文中也下来同技工一同工作。一位技工忽然小声说：“这里有一个圆圆的东西。”裴文中赶忙过去，小心翼翼地进行泥土剔除，直至这个圆圆的东西大部分显露，他大喊起来：“人头！人头！”人们纷纷围拢过来，内心里再也抑制不住喜悦。就是现在，神秘的远古北京人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们则成为幸运的发现者。发现的是一个很完整的头骨，暴露出大部分，其余上埋藏在坚硬的沙土中。当时正值冬季，天色已晚，洞中的光线很暗，但是人们都很兴奋，在摇曳昏黄的烛光下继续工作。下面的沙土十分坚硬，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结果直到下工时间，仍然没有能够把头骨完整的取出。许多人主张第二天继续工作，但裴文中心里知晓它的分量，担心过夜会遇到意外，决定使用铁锹。这种方法十分危险，在正规的考古操作规程中是严令禁止的。果然一锹之下，头骨立即碎成很多大小不等的碎片，破坏了这件珍贵文物的完整性。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且正好借此测量到了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厚度。日后的修复证明，这件化石受到的损坏是微乎其微的。头骨取出之后，裴文中带领一伙技工凯旋了，把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安置在租用的临时办事处后，他连晚饭也没有吃好，因为他太高兴了。他连夜给翁文浩写了一封信，派专人次日早晨送去，又在第二天早晨发了一个电报给布达生，通知他这个好消息。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龙骨山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一层坚硬的石层就是北京人居住的洞底，下边不会有化石了。1929年，布林、杨忠建、德日进陆续离开了周口店，只有裴文中坚持工作。发现北京人头骨化石，一时被认为似乎是天方夜谭。远在北京的布达生在给安特生的信中这样写道：“昨天我接到裴从周口店发来的电报，说他明天，即12月6日，将把他说的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带回北平。我希望他结果变成真的。”分明怀疑北京人头骨化石是赝品，这并不奇怪。一是龙骨山化石地点已不被人们看好，第二则是裴文中太年轻，而且工作时间只有1年，缺乏鉴定经验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幸运女神和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恰恰是裴文中在他们意欲放弃的周口店龙骨山山洞中找到了完整的远古北京人头骨化石，一个真正的远古北京人头骨化石。就在城里的人们竞相猜测、议论纷纷的时候，周口店临时住处的裴文中正忙于对出土的头骨化石加以处理。头骨化石刚出土时潮湿易碎，这样送到北京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技术处理设备缺乏，裴文中就采用土法子，带着2位技工轮流值班，生着火盆对化石进行烘烤，以脱去水分，这样化石就结实不易碎裂了。然后在化石外裹以棉纸，依次糊上柏膏、麻袋片，这样在烘干以后，坚硬的石膏可以防震，摘麻袋片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裴文中又在外面裹上棉被，用褥子、毯子捆扎好，这样可以比较放心地上路了。他搭乘房山到北京的长途汽车，在北京西便门接受了例行检查，一路顺利，把北京人头骨化石平安送到布达生手中。布达生立即着手剔除泥土，对头骨进行修复。当人们在看到它时，它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开始还持怀疑态度的人，终于完全相信了这个亲眼目睹的事实。1929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向全世界公布了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发现的消息。这个消息迅速震撼了世界。1930年，
裴文中在室内整理去年周口店运回的化石时，又从中拼出一个相当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这2个远古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也彻底改变了龙骨山的命运。1930年春，工作队购买了包括龙骨山在内的一大片山地，以便于工作。同时，在山下西边建了一所房子，作为临时办公室。周口店龙骨山的遗址发掘逐渐纳入正轨。1930年的工作包括开掘龙骨山东部的鸽子塘，同时扩大了工作范围，对龙骨山上的浮土进行清理。在清理时，又在发掘地点的上方发现了一个新的遗址，这就是山顶洞，是距今1万年的山顶洞人居住生活的地方。这一年还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简单的攫取动物乃至人类遗骨化石，转变为对遗物及遗迹的全面研究，确认了有人居住在此后，陆续在洞中发现了当时人类使用过的石器，还有古老的北京人留下的用火遗迹。每天在龙骨山上工作的大约有100余人，非常热闹。做小生意的也看中了这块地方，周口店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一度繁荣起来。1931年和1932年在龙骨山的工作仍然围绕着东部进行。1933年则重点发掘山顶洞。山顶洞处发现时，布达生认为年代较晚，对其不感兴趣。德日进则认为其中堆积的是现代动物的骨骼，没有发掘的价值。但裴文中没有迷信外国专家，他有自己的见解，坚持的结果是先视觉一下。视觉不久，就从中发现了人类文化遗物，一枚作为装饰品的狐狸牙，牙上有钻孔。接着又发现了3个头骨化石和其他部位骨化石，出土了很多石器和装饰品。幸运又一次降临到裴文中头上。1934年继续发掘山顶洞，直至发掘到洞底。后来的研究证明，山顶洞人距今年代比北京人近得多，约在1万年左右。这个发现同样重大，不仅证明了北京人化石的真实性，解决了古老的北京人的去向问题，而且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中国远古的历史断代提供了依据。现在中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分界正是以此确定的。1934年，布达生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他的工作由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接替。1935年，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赴法国留学，而卞美年也打算到加里曼丹去寻找古人类化石。卞美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对地质学和生物学都有研究。他1931年参加工作队，和他同来的则是另一位北京人发现史上的著名人物贾兰坡。贾兰坡没有受过大学的正规教育，但他虚心好学，不仅向专家，也向技工学习各种知识，因此很快就掌握了发掘所需的各类知识。1935年，裴文中、卞美年先后离去之后，贾兰坡理所当然地成为周口店遗址发掘工地的总负责人。这一年，贾兰坡也只有25岁，同裴文中接手周口店发掘工作时同龄。1936年10月22日，在距裴文中1929年发现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地点之南约10米、高约6米处，发现了一个女性的下颌骨，保存相当完整，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引起了许多中外学者的关注。这件下颌骨的出土无疑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贾兰坡的信心。从发现下颌骨的这一刻起，贾兰坡就没有离开过现场，他东西巡视，唯恐遗漏下哪怕一点蛛丝马迹。或许是他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感动了上苍，幸运终于再次降临到这位年仅26岁的中国青年身上。11月15日是一个星期日，纷纷扬扬的雪直至9时左右才逐渐停止。负责发掘近北侧洞壁处堆积的技工张海泉，在一块比较松软的沙土中掘到一小块骨骼化石，正要随手放到面前收集化石的小金条筐里，贾兰坡恰巧看到了，立即要他停手，抢上去拿过骨片细细端详。没错，正是一块属于人的头骨上的顶骨化石。现场一片欢腾，贾兰坡挑选了3位经验丰富的技工和他一起清理，又陆续发现了枕骨、眉骨、耳骨等大量碎片，确定是一个头骨化石无疑。也许冥冥中注定这一天要成为狂欢的日子。下午竟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个远古北京人的头骨化石。这时天色已晚，
头骨只能在潮湿阴暗的洞中熬过北方寒冬的凄凉一夜了。凛冽的寒风却没有冷却人们的热情。这天夜里，贾兰坡和几位技工对先发现的头骨进行修复。当完整的头骨化石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欢呼雀跃，紧紧拥抱在一起。毕竟，等待已经很漫长很漫长了。贾兰坡连夜打电话通知北京。当魏敦瑞第二天清晨得知这个好消息后，用魏夫人的话说，清晨当他听到贾打电话说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马上精神就紧张起来。先是找不到裤子，找到之后又穿反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魏敦瑞和卞美年飞快赶往周口店，贾兰坡从文件柜中取出头盖骨化石递给魏敦瑞，魏双手接了过去，但两手不住发抖，又不得不放在桌上，口中连喊：“哈，好极，好极！”第二个头盖骨取出后，经修复，由贾兰坡携带返回北京，交给魏敦瑞。魏敦瑞这时正筹划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报道这一次的重大发现。贾兰坡这位功绩卓著的发现者没有居功自傲，在会议召开之前又匆匆返回了周口店。就在会后的第3天，贾兰坡又在周口店发现了第3个头骨化石，而且这个头盖骨保存相当好，没有破碎，很快就修理完毕，并连夜由贾送回北京。不久以后，1936年的发掘工作结束了。这一年的发掘获得了丰收，虽然达不到1929年发现第1个头盖骨化石的轰动，但出土头盖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者。贾兰坡终于用他的认真态度和忍受孤独的能力，奠定了他在古老的北京人化石发现史上的地位。